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像一键开启追捕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像一段 MV，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那都不是主题。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宠你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追逐着有你的镜头反复回看在心里。士力架邀您观看《爱的28定律》，给他准备了新出的半糖士力架，扛饿又好吃，加班也要吃点好的。全新华为小折叠华为 Pocket S 掌心悦色，邀您观看《爱的28定律》。雅诗兰黛冻龄白金面霜，邀您观看精彩剧集。服务员，再拿2壶清酒。1壶。听话啊，1壶，慢慢喝。他不会讲故事，还得听我说。这想当年，邱建祥想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你知道有多少吗？放到现在，那比选秀的人都多。创造101呗？啊，有那么夸张吗？这一点都不夸张。我记得当年他手下应该有20个基金经理，那每个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但是里面有1半的人呢，连他的脸都没见过，因为进他的核心团队只有8个人，这8个人当中呢，也最多不超过3个可以被他亲自调教。这3个人当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但是最终操盘基金最多的，那就是我的兄弟。要是当年没有那个永利21号的事儿，你现在看到他，那就是7届王种啊！唉，谢谢俊辉。哎呀，陶老师，其实咱们2家早就该坐下来一块儿吃个饭聚聚了，但是前段时间菲菲爷爷身体不好，后来外婆也病了，哎呦，折腾的我呀，歇了小半个月才缓过来。所以陶老师啊，您千万别介意啊。没有，那个，哎呀，老人的身体是得当心啊。那现在呢？现在好点了吗？早就没事了，一听说菲菲要结婚呀，都高兴着呢。哎，但是你说这老人的身体上哪儿去说去啊？所以呢，我的意思是，2个孩子的婚事，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我觉得还是趁早。您说呢，陶老师？啊，我没有意见，啊，只要孩子们高兴，我就行。我们最近正在看房子呢，应该就这阵子的事儿了。看好房子，装修好，怎么也得年底了，对吧，俊辉？嗯。菲菲啊，你看，这是爸爸给你们的结婚礼物。爸，你买房了？哪个户型啊？还能是哪个户型？肯定是你喜欢的户型呗。天啊！谢谢爸爸，投资好了。菲菲，赶紧坐好。
这孩子啊，这都快结婚了，还跟个小孩似的呢。你说这养儿子跟养女儿就是不一样啊。这女儿就是要富养。这孩子啊，都被我惯坏了。那就这样，陶老师，如果都没有什么意见，咱们今天就把结婚的日期定下来。如果你们的房子没找好，到时候可以用这套做婚房，您觉着呢？是啊。我没有意见，我听孩子们的啊，那个我听你的。叔叔阿姨，我也没意见，我都听菲菲的。那太好了。好，就这样说定了。来，我们一起来。来，好，来，陶老师。叔叔，我今天开车我就喝果汁就行。今天喝酒，找代驾。好，对，那就听陶老师的。陶老师，以后我们要常聚啊。身体健康。来吃菜。你说你这平时不喝酒的，你今天怎么喝这么多呢？啊？哎，你觉得那吴总是不是有点奇怪啊？这人，原先我要是说到这个备婚房的事儿，什么态度都没有。今天特好玩啊，这一出手，哎，上千万的豪宅啊！儿子，那你说我们房子还买不买啊？买呀！人家吴总是给女儿的房子，又不是给我的。再说了，日子是我跟吴飞我们两个人过的，你不总告诉我，有多大能力办多大能力事儿，量入为出嘛。儿子啊，你能这么想，我告诉你讲，我特高兴啊，为你自豪，点赞。吃一口。你别。跟菲菲是不是两个人在闹别扭？闹什么别扭啊？从哪看出来我们俩闹别扭？从我对你的了解，啊，今天在这饭桌上面那笑的、那假的呀，那挤出来的，到底怎么回事儿？啊？你告诉妈，哎，我永远是跟你站一头的。你说原来老吴，哎，一说到这个置办婚房，啊，总是跟我说，哎，不着急，慢慢来，等等。我怎么今天啊，这个有点火急火燎、做贼心虚的样子啊？到底怎么回事来？我说，婚前协议啊？你签了？签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多大人了还跟你商量？那你拿给我看看。钱都签了，还看什么看啊？那是不是上面有那个见不得人的条款啊？人家家比咱家有钱，咱不吃亏。干什么？有钱就可以欺负人啊？我告诉你，他要真的欺负你，我就找他就我。你怎么还急了呢？我是律师，那条款上每一条我看得可清楚了。我知道你是律师，我也是明白人啊。签婚前协议没错。儿子说真的，这事儿真轮到自己吧？你说，我心里面有说不出的滋味儿，真的。妈说实话啊，你说那个吴飞，你说从家庭也好，从这个年龄上也好，确实要比秦氏不知道好多少。秦家这跟他根本就没法比，对不对？但妈从来没有想过啊，我想让你什么低三下四的去攀龙附凤。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妈心里面特别清楚。你一步一步，我们全靠自己，全是自己的努力。儿子，其实妈跟你说啊，那钱不钱真的不重要，你俩过得好不好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挺我。那当然了，对吧？我好疼哦，真的。喝多了吧你？啊，使那么大劲儿，我跟你说。哎呦，真的很疼，真是，这儿子真是。喝水。怎么还哭了呢？这我没有。金莎。
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老杨说过这事儿，以前我问他打死都不说的。这下我敢肯定了，这老杨和那个邱建祥就是因为永利21号的事闹翻的。哎呀，你是没见老杨以前的样子，那叫一个伟岸。我这个当兄弟的多想燃烧自己，照亮他的世界，但是我光不够。以后呢，你就是他的光了啊！拜托了，要照他啊！拜托你了。老杨，来，老杨，娶了个好媳妇儿了啊！我走了，拜拜。醉了吗？手。回家。我相信你。相信我什么？我相信永利21的失利并不是因为你。这这么多年前事了，你又不认识以前的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错？谁说我不认识？你别忘了，我看上的就是那时候的你。研究数字呢，你比我厉害，但研究人我比你厉害。我相信我自己，所以我也相信你。没有人永远是对的。所以，真的是你错了。永利21是当时恒利最好的基金，创办20年，平均收益率有17%，也是邱建祥最得意的作品。但是在出事2年前，他就把21号交给了我，而我是实际的操盘人。接手第1年后，我把收益率做到37%，那时候我才22岁，光佣金就可以拿大几千万。但我没想到的是，10个月后，我会输得这么突然，输得这么惨。其实人犯错不可怕，犯了错证明你还有不足的地方，还有上升的空间。因为这些错误和失败，都是给你带来财富。真正可怕的是人心、嫉妒、贪婪。哎呦，这是谁家的小宝宝走丢了呀？老婆，你觉得我没有孩子了？这是他第一次叫我老婆。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以为是流浪狗。没关系，没关系。我以前呢也是受到无数人的追捧，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直到有一天，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什么都不是，甚至还不如那条狗。手手。还有那只 ，Good boy。现在呢，你已经是我的小宝贝了，以后啊，有我一口吃，会有你一口吃。我保证对你科学喂养，不离不弃。怎么了？其实你赶紧过来，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你赶紧过来。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梅梅，你冷静下来。再往前我就跳了。不是冷。你退，你别逼我。
你把刀先放下。我真的跳，我告诉你，我没骗你。你先回来好不好？子王然，我真的别！梅梅，哎，怎么回事？秦芝，你快，都别过来，谁过来我就往前跳。不动。你要跳楼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们家楼层可高，跳起摔得乱七八糟的。而且你以前花在你脸上、身上那些钱全白花了。你要跳就跳。你说什么呢？你闭嘴！就是因为你。我告诉你，你要跳了，你就便宜了这货了。他接着开心，接着逍遥法外，你就跳下去，什么都没了。要不你就跳吧。陈老师，你变了！你现在对我也这样，到底你们还是兄妹俩？这你们提起合起我来骗我欺负我！你走开！你走开！喝点水吧。谢谢。不客气。你看，这才是好男人。你再看看他，我说他这段时间怎么那么积极呢？搞了半天是因为他妈说只要跟我生孩子就给他奖了一辆跑车，哎，吓不吓人？啊？为了一辆跑车就可以给身边天天在一起睡觉的人下药，哎，做的是人事儿吗？啊？你给他吃什么药了？就生孩子的药啊，人家说这药特灵，促进排卵的。我想不就像维生素一样，不会有副作用吧？秦文宇，你脑子有问题吧？什么来路不明的药你就敢给他吃啊？吃出点问题来怎么办啊？你可听见了是不是？都无法想象，他明天会不会又因为一个别的什么东西就要了我的命？你说这人做人他妈一点底线都没有。别说的好像只有我心怀鬼胎似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背着我跟我妈签那什么协议，只要你生了孩子就给你20%的企业股份。哎，是谁先不把谁当人看的？你把我当你老公吗？你这是把我当种公吧？哎，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把我脸搞成这样了，你还有理了？我每次劝你们俩离婚，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俩分不了，吵吵闹闹是你们俩的相处方式。你们俩现在真棒啊，互相算计，真棒。各位大哥大姐，择日不如撞日，这不是激将法啊！作为你们的朋友、亲人、律师，我实在觉得你们没有什么过下去的必要了，赶紧签吧。到你了。他说的没错，这字早就该签了，之前也签了800多回了吧，来来回回就是没离成，都没见。这次我成全你，不耽误你。你少在这给我装伟大啊！别以为我离不开你。你肯定能离得开我。一直以来离不开人的那个人就是我。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蠢，
觉得我笨，看不起我。不过这也是事实啊。谁让我有一个事事都听话的大哥，有一个年年都拿先进的妹妹？我这种笨蛋夹在你们俩中间，除了当陪衬，我还有什么用啊？大哥有妈爱，妹妹有爸宠，我又夹在中间。从小到大，我就连一句表扬的话都没听过。我不聪明，但我不是没努力过。我成绩不好，我就熬夜看书做题，结果呢，我用了吃奶的劲儿，从6分考到了56分。在你们眼里，我还是个不及格的废物。废物，废物，你们知道吗？秦文宇，行了，你不用在这可怜我。你们这些聪明人，轻轻松松就把事儿办成了，个个都是人生赢家。我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亲爹嫌我笨，亲妈嫌我蠢，好容易找个漂亮老婆吧，在家常备离婚协议书。我也是个人，我有自尊的好吗？你们这帮主角想要把配菜我当，你想要个孩子我给你生出来，怎么了？能不能留条活路，把我当个人干，行不行？哎，老公，你别这么说呀，老公，你别这么说，我是真心爱你的，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嫁给你的。你帅的样子我也见过，你傻的样子我也见过，你什么样我都见过。我爱你的，你什么样我都喜欢，你别这么说你自己，你在我心里可好了，真的可好可好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就这样，我还给你下药，我还想让你生孩子，万一生出来像我怎么办呀？那我也要，只要是跟你生的我都喜欢，我不要股份了，我只要你。我也不要跑车，我只要你。你还签字呢，我很虚。我是不是不应该再管梅梅跟秦文宇的事情了？天天给人家当军师，我自己还是新手，我哪有那么多经验？或许对于他们的感情来说，并不需要你有多中肯的意见，而是需要你旁观者清。希望吧。希望这次以后他们俩能好好的，别再作了。每一次两个人吵架，就跟小孩一样的吸引别人的注意力。都结婚这么久了，也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保持新鲜感的方法有很多呀，分散一下注意力就好了。你这句话我可不同意。好的感情是不需要分散注意力的。那我问你，你爱一个人，你能保证永远都爱他吗？分人吧，你的话你也可以。应该可以。哼，你的备选名单里还有谁？你跟我说说。没有，只有你一个。说实话。真只有。有。你跟我说说。和你在一起，像一件开启却已不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昨晚我想了很久，我朋友不多，你是唯一一个能跟我处这么多年没有被淘汰的。以前我觉得我是在放宽择偶条件，可我忽然意识到，跟我做朋友，你压力一定很大，对吧？我昨天走的时候，没这段吧？哎，我走之后，你俩发生什么了？怎么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开始探讨这么严肃的人生感悟了？总之，我为我以前所有的傲慢自大向你道歉。我知道我在这里工作让你压力很大，如果不行的话，我可以辞职。停，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这样说话，容易被我一拳打死。我求求你了，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我吧，好不好？你就那样自以为是的对我已经习惯了。你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招数，这样对我进行人格还有智商的侮辱，我受不了。哎，老杨，哎，你如果觉得是真的为我好的话，以后呢，这好吃，以后你就不要再做这些自以为为我好的事情了，行不行？还有你刚才说那个辞职，你就别提了。今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呢，行长把我叫过去了，把你所有的事情都问了一遍。我估计升职。升职？我想了一下。投资部总监，入职不到1个月，10级变4级，你独一份啊！不对，昨天还嚷嚷着要解雇，怎么突然？怎么能突然呢？哎，你不会不知道吧？什么？邱总什么时候被抓的？就今天早上，贾经理已经被行长叫去开会了。现在方宇所有的产品都给叫停了，之前在咱们银行代发的那3、4只还在支付周期，还好量不是太大，应该不会被波及到。万一有什么问题，跟咱们银行也没有关系啊。我跟你说，恐怕咱们这个经理往后的日子应该不太好过了。你想啥呢？你说现在出现这种事儿，咱们信贷部往后可要夹着尾巴做人了。这蔡经理肯定最高兴了。交表上周我已经交了。不，杨老师，我不是来催您这个的。之前是我态度有问题，希望您别往心里去。您看，您来我们部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没给您办个欢迎会什么的。要不今天中午我们大家想请您吃个饭，您看？我没空也没关系，我就是随便问问。您忙啊。我的意思是，我没带钱。啊，没关系，没事，我没有钱，我们请你吃。还是我来吧，大家最近都辛苦了。不过我晚点要忙，只能请你们吃食堂了。食堂啊，行，也不是不行。食堂好。哎，对，健康。也行。请慢用，谢谢。哎，你不用呀，这不告诉你们啊，如果让金总知道，这个奖金没有了。哎，秦律师，秦律师，你看，你别这么大火气是吧？气大伤身。我就是一个办事的，我得听老板的主意，是不是？而且你现在这个情况，我其实心里很难受。但是我今天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好。秦律师，
我真的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别了，老强，你的好消息我真不敢听。你看，我是真的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老板娘，已经说了，张律师下个星期去武汉常驻，那空出来这个办公室就是给你的呀。你看哈，这个打赌，我是完全支持你的。你下了多大赌注啊？200。小赌怡情，大赌伤身，20。出去。那你看这样啊，你搬这个新办公室以后，我个人自掏腰包，我送你一个大花篮，好吧？突然想起来，上次你和李代说那2500万的事情，我可是谁都没来得及说。还有1箱香槟。那我要 M 打头那个牌子。好。我问你，门口怎么那么多人啊？是谁来了？何东娜呀。那明星啊？对呀。他来干嘛？打官司啊？原告还是被告啊？昨天晚上人天航酒店给轰出来了。为什么？你不知道啊？现在网上正直播这个新闻发布会呢，热搜榜的前5全是他。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作为何东娜女士的发言人，就5月31日凌晨3点天航酒店驱赶何东娜女士一事进行公开阐述。小心啊！你好。哎呀，干什么呀？弄疼我了，我自己会走。赶上去。当心点啊！这边。6月1日，何东娜女士受邀参加一次艾滋病救治的慈善活动，并于前一天晚上入住天航酒店。何女士在房间洗浴时，因浴室淋浴间的玻璃爆裂，导致手部受伤。对此，天航酒店非但没有给予及时的救治，更是在凌晨3点强行要求退房，导致何女士被赶出了酒店。这边。车已经到了。你们到底会不会拿行李？我们拿。何女士，当心，让他们来，帮你拿。我哪儿我都不去，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等我助理来。我哪儿我不去，我自己我要拿行李。小心你的手。可以拿行李。我们帮你，快！哎呀，我一下，这边。别碰我哪儿我都。快把行李放上车啊！你跟我们先上去吧。车已经到了。在此，我仅代表何东娜女士对天航酒店如此蛮横无理的行为表示抗议和谴责。我方多次沟通无效，因此将此事公之于众，保证自身的合法权利。我们的诉求很简单，要求天航酒店公开道歉，解雇相关的员工，并对何女士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在达成和解之前，我方保留法律诉讼的权利。世界各地什么样的地方我没有去过，什么样的酒店我没有住过，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侮辱，简直是匪夷所思。天航还是一个国内大品牌，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就是这么服务的吗？我从来不是一个喜欢利用自己身份享受特权的人，我要的是公平和平等。东娜，我非常的能够体谅你的愤怒。我也是一名消费者，如果我遇到跟你同样的事情，也一定会非常的气愤。你想让我们为你做些什么呢？我只给天航3天的时间，3天之内，
如果天航不公开道歉的话，我就要起诉他。告啊，必须得告啊！酒店必须公开道歉加精神赔偿。哎呦，这种案子只要原告证据确凿，一告一个准儿。哎呀，再加上舆论现在又喜欢推波助澜，这何东娜本身形象挺好的，又是什么亲善大使，这酒店肯定摊上事儿。哎，那天晚上负责酒店管理的人是谁啊？什么背景？你看哈，我觉得这个事里面有蹊跷啊。现在酒店业这么不景气，有一个这样的人帮他做宣传，他不要，那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事儿呢？这可不一定啊。现在很多地方企业的酒店确实服务质量挺差的，不过也得看看这酒店是什么背景，有什么猫腻。哎，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夜里3点钟把人家赶出来了，就冲这一点，这官司就能打。不过这种图名大于图利的官司，一般是不会引起咱们唐总注意的。而何东娜又不可能自己找上来，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人啊？清爽，非常清爽。我告诉你，据我听说，这个何东娜是西美公关老总的朋友，所以公关这一块都是西美在负责。你说这个力度多专业吧？又是西美啊！这西美给这未来的女婿送个热门案子呀！陶俊辉一来就接明星案，原因不只是这样吧？我听说呀，也不光陶律师一个啊。东娜，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陶俊辉陶律师，马太奇马律师，陈俊陈律师，这3位都是我们企业部最好的律师。马律师和陈律师也是我们城运会的合伙人。我们律所至今为止还没有为任何一位客户配备过这个级别的律师团，也算是我们对这个案子的重视，希望你能够安心。啊，他我就不用介绍了。无非这次任务比较重，既是你的代言人，也是律师团里负责沟通的律师代表。接下来就拜托各位大律师了。应该的。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哎，等等。不对啊。啊？怎么不对呢？什么都不对。这个案子虽然听起来动静挺大的，可实际经济效益上，律所收不了几毛钱律师费。一慧姐这一次搭进去3个律师，有2个还是合伙人，这不符合她的风格。这何东娜身上是不是有金矿啊？有话你就说呀。你看啊，是这样哈。我呢是道听途说，我当然了也加了一些我自己的揣测哈，但是也咱就图个乐。说重点。知道何东娜的老公是谁吗？谁？胡平，风投公司老板。他这个人很低调，只有行业里的人知道他。做金融投资发家的，在国外成名，绰号金手指。他投资国内石油的时间比巴菲特还早呢。回国之后呢，一方面做金融证券，一方面以自己独到的眼光，投资了几家互联网公司，帮助他们在海外上市。这个人也算是个隐形大 boss， 想见他一面比登天都难呢。这叫什么呢？项庄舞剑。意在胡平。就你最聪明。那当然了。咱们律所是不是融资不顺利啊？现在是不是很缺钱啊？这不能说，不能说。哎，你们今天是不是约了胡平吃饭？哎，没。在哪儿吃啊？在哪儿？云顶俱乐部。但是秦律师啊，我劝你一句啊，如果唐总要是没有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别掺和啊。
争取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机会渺茫。可是不试试怎么知道呢？现在我已经开始上手企业部的案子了，干嘛非要凑这个热闹？况且还要跟陶俊辉抢生意，看吴非的镭射眼，何苦呢？哎呀，秦师，你到11楼就是为了天天看合同的。这个案子的媒体曝光率这么高，是挣名气的好机会。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知名度，知名度。冷静冷静啊，一定会有办法的。杨总，不行，你今天晚上不能走。今天咱们要约着见胡平和何东娜，你怎么能走呢？武汉那边案子出了问题，我大臣必须马上赶过去。啊，大臣也走？哎呀，武汉那边的事情哪有那么急呀？要不然你们俩明天一早再过去不行吗？不行，我现在就得走。要不然你们俩人去一个人行不行啊？你看，在咱们律所的合伙人当中，就你跟大臣擅长跟商人打交道。老姜今天又在新加坡，老马晚上要跟董事长吃饭，就剩下陶俊辉了。他的专长又不是谈生意。你说咱们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要见胡平，你说你见不到他的面，这不是白搭吗？夫人啊，你太小看你自己了。哎呀，我和大臣加起来都没你会谈生意。哎呀，去，没跟你开玩笑，我就是跟人家套近乎还行，但是真是谈到投资，我是真的不行。哎，要不换个时间吧？哎呀，我的金总啊！那胡平比神仙还难请，我哪有本事再约下一次啊？那就算了，咱们计划不是推迟半年了吗？也没那么着急。要不是原来的风投临时撤资，咱们早就该上市了。我知道那家风投去投哪儿了，他们去投世纪了。哎，世纪哪儿比我们好啊？不就比我们早发展几年吗？好，我承认，世纪是比我们好。今年新上市的公司里，40%的 IPO 法务都是他们做的，可我们的份额也在逐年增长啊。民事部全普将排名前3，他们也就比咱们早发展5年。要是给我这5年的时间，我能做的比他们更好。哎，这个我绝对相信。咱们律所这么多人才，就找不出一个能陪胡平聊聊投资的。就算这次谈不成，就当做展示一下公司实力。如果胡平确实有传闻中那么厉害，他也知道该怎么判断。融资这种事情啊，就是两厢情愿。秦师提前下班回家，想着亲自下厨为杨华做一顿饭，结果差点炸了厨房。恋爱的乐趣大概就在这里吧，看的人也会觉得很开心。那我们在爱情里怎么才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快乐呢？我的答案是去勇敢的学会给予，因为爱的本质其实是给予的快乐。很多人会把给予理解成是付出，但实际上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谓的给予就是我给你倒一杯水，你把这杯水喝了，我就很高兴，这件事情本身让我很高兴，这是给予。而付出是什么呢？我给你倒了一杯水，你喝了，那我下次口渴的时候，你要再给我倒一杯水。如果你不那么做，我就觉得亏了。这件事情本身不让我快乐，那个回报才让我快乐，这叫付出。我们一直讲，爱情不是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我们其实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就特别想为他去做些事情，就像剧里的秦师，即使他不擅长做饭，他也很想为对方亲手做一顿饭。其实这就是爱给予我们的冲动，我们很想对对方好。如果你没有办法在爱情去感受给予的快乐，那你就常常只能依靠获得的快乐。比如说520，你是不是给我转钱啦？你是不是给我买礼物啦？你是不是时刻关注我等等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快乐就完全建立在对方做什么事情的基础上。可是我们希望把快乐的能力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是我做什么我会快乐。所以在爱情里，懂得给予本身就是一个人爱的能力的重要体现。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实践和感受这些